这事不怪大哥，都是我的错。大哥一直说权责有别，叫我不要插手的。当然是你的错。你想过没有，万一出什么事儿，我还有你大哥，有多担心？孩儿知道有些冒险，但段同舟一向踪迹难寻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机会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你有些小聪明，别人都是傻瓜是不是？你这次算运气不错了，要不然，你大哥赶过去就只能给你。姑娘，你要的药材我都给你配齐了。谢谢杜大夫。这些都是去火毒的，姑娘是在给长林二公子配药吗？是的。今日这场忙乱，总归是你任性不听话的缘故。我听说你受伤了，伤在哪儿啊？父王，没事，过2天就好了。伤好了，自己去跪小祠堂。是。好了，事情过去了，今天的事情有惊无险，不必一直挂在心上。北燕使团的人已经到了，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呢。是，父王。父王责骂你，那是心疼你，不是真的生气，你不用害怕。我不怕父王生我气，我最怕的是大哥你生自己的气。大哥今天真的是被你给吓着了。记住了，以后不管为了什么，都不要再做这样冒险的事。记住了。大统领，首府荀大人来访。大统领，首府荀……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会来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就打听到了这些，咱们的人，要么当场被杀了，要么已经被擒在押，一时见不到。当时段先生被围，在场的只有那几位高手，无人能靠近。究竟是什么情形？连咱们在巡防营的人都没打听清。师父知道，能追到段先生那边去的人都是大人物，徒儿哪敢多说一句话。段腾舟死前身边倒是有个人，可以去问一问。我听说段同舟死了，是真的吗？叔父不是答应过我，不再做那样的事了吗？飞展呐，你是不是以为昨天那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呀？和谈尚未达成，而马场却提前知道了机密消息，平静一出城便遭到了埋伏。叔父不会是想说，这一切纯属都是巧合而已吧？我知道，你一直觉得所有这一切我最可疑，
可是飞展呐，叔父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。那段同舟呢？段同舟的出现，你又怎么解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段同舟不是我手下的人呐。自从他逃狱之后，我跟他没有任何来往，我怎么可能去指使他做任何事情呢？退一步说，就算他是我的人，可我怎么能让他去杀害萧平京呢？我与长林王府素有分歧，可那都是朝堂的政见，绝无私怨。我凭什么要去杀害一个孩子呢？飞展呐！叔父，段同舟为了不被我们生擒，是自己找机会跳下悬崖而死的。啊？太叔，我这里不用侍候了，你下去休息吧。也吩咐其他人，没有召唤，谁都不要进来。是。虽是春日，风露仍在。上师，还请里面坐吧。看来小侯爷早已猜到，在下定会前来拜访。叔父，那段同舟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？你真的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大人放心，绝不会让您沾手。这个叔父还真的想不到还有谁。上师今日的安排，不就是想测试我会如何反应、如何行动吗？不知道现在这样的结果，上师可还满意？小侯爷反应迅速，应对得体，成大事之人。其实倒也没什么难的。从我看到段同舟的那一刻起，我心里就明白，我是被故意引到那里，他也是故意让我看到的。小侯爷可知道在下这么安排的用意啊？是为了萧平章，对吗？令堂生前曾经对世子妃下过手，这可是一个很难解的结。无论以后我给你安排怎样的机会，首要的是先要消除萧平章对你的厌恶。是啊，在这位长林世子的眼中，恐怕再难有什么是比试图搭救萧平京更大的人情了。更何况，上师早就算准了时间，即便我没有丝毫耽搁地赶回去报信，从京城赶来援救也是来不及的。段同舟，可惜段同舟，他是狼牙高手，我本有7、8分的胜算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半路杀出个瀚海剑拓跋羽。萧平京逃得性命，
而您最得力的段同舟反倒折了进去。悄悄的告诉我，京兆府尹，从明天起暗中监看乾天院。是大人。段同舟的反应已经算是很快了，在我们赶到之前，他就不想恋战，急着撤走。只可惜，拓跋宇也不是寻常高手，瀚海剑下想要脱身并不容易。等到寻飞斩一到，这山野之间，哪里还能找得到生路啊？我还是有些不解。拓跋宇乃是一国局外之人，何况他并不认识段同舟，他怎么就会突然杀出来呢？那个时候，他应该踏踏实实的守在惠王殿下身边。这确实是最大的一个变数。不过我听说，他之所以过去，也不算意外。哦，是萧平京事先利用琅琊高手榜上的排名，把他引逗过去的。江湖中人最在乎的，无非就是那点名誉。高手榜对于他们来说，的确吸引力很大。拓跋宇一旦确保惠王的安全之后，就奔着他的名誉而去了。聪明。不管怎么说，在萧平昭那里的人情，我总算是挣到了一点。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算最好？路要一步一步走，很多事情要到了眼前以后才知道如何应对。小侯爷现在应该做的，是要坚定自己的心智，不要轻易为他人所动摇。茶是好茶，只是欠了些火候。江湖中人为了荣华富贵，借身于朝局之间，为某一方权贵效力，各国并不罕见。可是段同舟已经有了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，却仍然不计生死，忠心至此，恐非名利二字所能解释。平静，你觉得他会图什么呢？谁知道呢？走吧。怎么了？这个纹绣，我总觉得在哪见过。怎么样啊？娘娘放心，只是寻常小儿风寒，保暖将养几日就好。太子好端端的，怎么就染上了风寒？你们都是怎么侍候的？娘娘恕罪。母后，是儿臣自己贪玩，
母后不要再生气。请太医赶紧开药吧。是。前2日在城外袭击北燕使团的事，内阁已经转了巡防营的奏报给朕了。竟敢在金陵城外做出这种事，实在是胆大妄为，绝不能轻饶。这些个人如此无视法度，严惩是必然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朝中数十年的马政还算平稳，前方供给也算合规。西关外的各大马场功不可没，也不能一并给抹了。你父王总是这般宽容。平章啊，你觉得呢？微臣以为，虽然有了北燕和谈这个机会，朝廷自设马场，革新马政，势在必行，但这终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。父王说得对，各大马场原有的格局并没有出现难以修补的弊端。毕竟功大于过，不可直接废弃。如何平衡旧制与新政之间的衔接，如何兼顾各大马场如今的现状，是我们本来就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可惜了，这消息都还没有考虑周全，就泄露了出去。马场上的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才引出这些个乱子来，倒让北燕的人看了笑话。不必介意啊，他们自己已陷内乱，自顾不暇，哪还有精力笑话别人呢？这么一比起来，还是陛下比我们心宽呀。大嫂托我问话，说这2天请你也不去，是不是她说错什么冒犯你了？蒙姐姐太客气了，开春食疫增多，药房这边走不开，姐姐按时服药便是，不用我再到府上去了。你又不只有大嫂一个病人，还有我呢。你怎么了？我受着伤呢，你忘了？我正要跟你说，我这2天伤口呢，就一直不舒服，虽然不是很疼，但却十分麻痒。你说，段同舟那场上会不会有毒啊？让我看看。怎么了？真有毒啊？这到底怎么了？我竟没想到。不是，你没想到什么呀？没想到你伤好的这么快。丽希，你真的变坏了！你这都跟谁学的呀？陛下，微臣进宫时听说，太子殿下近日有些风寒低烧，若陛下允准，微臣想去东宫请个安。太医说了不要紧，不是什么大症候。朕知道，你手头上的事情多，不用为此特意去一趟。等晚些时，朕去看看就是了。春来时一起，宁老王爷的身子这几日也有些不安生了。哎，说到宁王叔，朕倒是想起了，这和谈若成，便要联姻。王兄知道，宁王叔当初建议让莱阳侯迎娶北燕郡主，朕当时觉得他的年龄、身份全都合适，心下已然允准。可他母亲的事儿一出，这自然是不用想了。王兄觉得这宗室当中还有哪个孩子合适啊？臣不知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？马政与军务相关，父王自当参言。至于其他和谈内容，
陛下应当询问内阁。长林将门之府，按理是不能多言的。你们倒分得清楚。怎么了？宗室子弟的亲事，朕问一下自己的兄长，怎么了？哼！哎，朕听说平津这孩子最近弄了一身的伤，可不能再放纵了。朕不是命你理迎惠王吗？你陪客的时候把他也带上。遵旨。来，惠王殿下远来辛苦，在下长林府萧平章，奉寡君之命前来拜会。有劳问候。知道殿下旅途劳乏，前2日不敢打扰，不知今日歇息的如何了？贵国馆驿安排周到，歇息的不错。长林世子之名，即便在我大燕也是人尽皆知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俊雅高华，名不虚传。殿下谬赞了。惠王殿下此来，本应我朝太子相迎，只是东宫殿下尚且年幼，不能亲身相陪，失礼之处，还望海涵。世子客气了。啊，这位是舍弟平津。惠王殿下，那日金陵城外初见，二公子好身手。这位是敝国瀚海王3公子拓跋宇。长林世子奉陛下之命，已经去皇家驿馆见过北燕那位惠王了。据说一行人一起游赏了东园，相处得极好。不仅仅是咱们朝野上下，现在就连北燕也是只知有长林世子，不知有东宫太子了。首辅大人有几日没进宫请安了吧？娘娘是知道的，陛下宠信，北燕和谈之事全由内阁亲自主理，按规定连长林王府都不能亲自参与，荀大人当然是比谁都忙了。按规矩，难得长林王府还能这么守规矩。大哥，你不信吗？我在琅琊阁这么些年，别的没学好，眼力总还是有的。这个成华郡主内息平缓，下盘极稳，绝不是咱们想象中的深宫弱女。依我看，她就算还不到大嫂的程度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北燕骑射之国，一向尚无成风。有一个身手甚好的郡主，也没你说的那么奇怪。她打扮成那个样子跟着我们，倒还不如直接穿女装呢。两国风俗不同，北燕女子的行事甚少拘束，说不定人家打扮成那样，反而是顾及咱们的利益呢。哎，把那个北燕的国府拿过来尝一下。你说想看看金陵城，想见识一下大梁的人物，我已经全都顺了你的性子。明日开始和谈，如无意外，你便是待嫁的郡主。依从大梁的风俗，你最好不要再任性而为了。还记得我当年13岁时，第一次夺得猎场头名。父王夸我，如若是男儿，当可出马扫平天下。现如今皇室衰微，放任叛军步步做大，先祖铁血之风荡然无存。竟连我也不得不远嫁异国，作为一枚和亲的妻子。重华，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
这和亲的人选又不是惠王殿下定的。再说出发的时候问过你，你不是说很愿意吗？放心吧，我仍然愿意。只要想到咱们国中的一团乱局，我就实在是不能更加愿意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五哥，和谈若成，五哥回驿后便会册封为太子。不知将来的军政大局，你是如何打算的？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么大一个问题？虽远嫁异国，但到底心怀故国，自然是盼着五哥能够早日荡平叛军，稳固我大燕江山。春华，咱们大燕现在的内战之局，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若民生不得起伏，朝政依然朽坏，单单依凭先祖当年的铁血手腕，就想平定乱局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五哥一向见识深远，无人能及。春华也希望你心想事成。父王，来坐。谢父王。看你这个样子，和谈初定了，是吧？内阁此次谈得不错，北燕同意提供500匹种马，只是因为数量太大，只能分5年交付。这也在情理之中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两国结盟修好，互不犯戒。大梁为表善意，将派往北燕工匠50人，教授囤粮之法，另提供御寒草药200车。听山王世子迎娶北燕崇华郡主，择日完婚，从此便为姻亲之国。你倒是知道的挺清楚，不过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说给我听？这是近来京城最大的事儿了，咱们俩聊天嘛，总得说点什么呀？你怎么看着没精神？又做了什么事儿挨骂了？没有，因为和谈将成，陛下2天后要在逸仙殿设宫宴，款待北燕使团。父王非得叫我也去，还说是陛下的意思。我最讨厌这样无聊的事了。你说又不是我娶郡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哎，每次我来你都另泡茶水，你那壶什么好东西啊？都不肯分我尝一口。你想喝？啊？你这是什么呀？这也太色了吧！长孙大人已在等候各位了。
段先生受白神感召，先我们一步去享受福报了。我们这乾天院向来十分打眼，如今又被人盯得很紧。我在城外庄园里的人和物，就交由3位负责。望3位务必要谨慎，行动之前，万不可再有任何闪失。是，定不负长尊大人所托。我们养的人怎么样了？回长尊大人，一切顺利。那个人已有发病先兆了。来，喝药。看我穿成这样，连你都不敢认了是吧？二公子，这是狼牙山来的信鸽吧？对，老阁主知道我在京城肯定无聊，所以看到什么奇闻异事或听到什么新巧的消息，就会传信给我。来，看看最近这江湖上又闹出什么笑话了。二公子，您先别忙着看别人的笑话，世子爷派我来通知你，说老王爷已经先出发了，让你赶紧过去。宫宴没有这么早，父王是先进宫下棋去了。二公子，还是赶紧过去吧，反正叫你了。知道了。和谈之事将成，这是对于燕梁两国都是好事啊。许大人失陪一下。惠王殿下，拓跋公子，只待盟约签订，燕梁便是姻亲之国，说不定日后有缘，平章还能去贵国一游呢。若说我燕地风光，倒是有许多值得游赏的地方。我也希望有朝一日，国中清平，可以邀约世子前来做客。说句交浅言深的话，贵国叛军能在1年之内几乎占领了半壁江山，恐不是报名负恩4字所能解释。我长宁虽是武门，但也知道民心所向，绝非利刃所能改也。殿下不愿一为铁血，有志于正本清源，亲兄实在是远超他人，平章对此甚为感佩。这儿，
宫中圣手无数，但还是跟王兄对弈最为痛快。是。陛下这棋艺和臣是一样的弱。和其他人对弈，看他们费心费力又不敢赢得太快那个样，你的兴致就没了。是，这种实话也只有你敢说。陛下。啊，哎，怎么这么快时辰就到了？陛下，差不多可以起驾了。咱这儿还没分出个胜负呢，回头接着下。那走吧。还有何事啊？有话就说呀，在朕这儿还忍着？回陛下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年轻人的心思还用问？陛下还猜不到吗？嗯？那看来王兄是猜到了。你看他穿的这身行头，你戍守攻城和高手见招的机会并不多。北燕使团过几天就要走了，你是想让陛下恩准和瀚海界比试比试？我说的没错吧？陛下，臣以为这和谈初定，今日气氛一定不错。若是说给宴会助兴，拓跋宇应该也不会介意的。真是不明白你们这些武人比来比去有什么意思。好了好了，朕知道了。多谢陛下。大梁乐舞风流，果然是诸国之冠。惠王殿下过奖了。燕梁世代毗邻，素有邦交，眼见盟约将成，联姻修好，实为边民之幸啊！惠王殿下劳途远来，朕身为东道，款待简薄，还请勿怪。请。能得陛下赐宴，实乃我等之幸。燕人素来口拙，不善言谈，佳酿在前，当先饮为敬。惠王殿下果真是个爽快人呐，请坐。陛下，殿下，陛下，启禀娘娘，逸仙殿的宫宴已经开始。吃到了？是。怎么没来换太子？太子殿下风寒未愈，陛下怕他劳累了。胡说！太子风寒又不重，
吃了药已经好多了。本宫昨晚亲自回禀陛下，说好要出席的。一定是你们这些奴才疏失，还敢狡辩！娘娘息怒，今早长陵王前来探视，当时殿下有些咳嗽，陛下心疼，就赐了些药茶过来，吩咐好生将养的。母后，您就不要再生气了。起来吧。谢娘娘，谢太子殿下。写你的字。长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望。人间多邦，月竹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愿许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，烈酒当饮今生。气何曾远飞扬，千遍世界上，亮光藏一无声，看天道何时不永？今曾云凭雪浪，是夜道杀心忙。